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18季第22集。三姐妹在玩你画我猜，由于画画的是小新，比赛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。辛巴一个人答对了所有的题，直接震惊了两位姐姐，她们有些泄气了。辛巴当然很高兴啦，说小新和自己心意相通。这时小新看到了墙上的时钟，又画了一幅画，校车、小新和辛小妹。辛巴马上反应过来，就妹俩要放学了，而今天正是要带他们去看牙医的日子。于是辛巴抱起小女儿就匆匆离开了。原本时间就不充裕，车子又发动不了了。为了能准时回到家，辛巴抱起小女儿就跑了起来。他靠着双腿穿过了春田镇的大街小巷，抱错过自己的孩子，也踩过市长的头，穿过下水道，也混进过活动方队，甚至还将前来讲八卦的海伦一掌拍飞。终于赶在了兄妹俩回家之前，稳稳地坐在了沙发上。得知接下来要去看牙医，小新身上的每个细胞都写着抗拒。你不是说去墓地飙车吗？听到这话，辛小妹有些无语，怎么每次你都对这个谎言深信不疑？对此深信不疑的可不止小新一个。辛巴连墓地飙车的衣服和车子都准备好了。到辛巴清洁牙齿的时候了，护士小姐姐一看他的口腔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你定期清洁牙齿吗？辛巴颇为自信，必须的，还说自己每次去洁牙店，人们都会惊呼他又来了。小姐姐不想再说什么了，拿着钩子就要开始清洁。不料还没开始，辛巴就在那吱哇乱叫，还说什么风吹到了他口腔，好害怕之类的。小姐姐有些无语，直接硬上了。门外那些小朋友听到了辛巴惊呼你个刽子手，都吓得不轻。一个妈妈安慰自己的孩子，别担心，那个男人的牙齿肯定有特殊问题。辛巴似乎要故意打碎孩子们的幻想，直接大吼道我的牙齿从没什么特殊问题，只是一个常规检查。好家伙，这几嗓子吼下去，那男孩直接从窗子跳了出去。这时里面才又响起辛巴的声音，就完了，也没那么坏嘛。辛小妹在另一个房间看口腔卫生的宣传片，这里面有两股势力，以蛀虫为代表的牙齿黑帮，他们致力于掏空人类的每一颗牙齿，然后在口腔内尽情的开 party， 接着以牙膏为首的正义之士再来消灭他们。不过这牙膏唱的最后一句歌词让辛小妹很不舒服，祝大家都有个大臭嘴。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子一边宣传预防蛀牙，又要一边美化蛀牙。辛巴倒是没想这么多，他已经跟着片子里的动画人物跳了起来。另一边小新也已经清洁完毕了，小姐姐送给了他一套免费的牙刷，让他多刷牙。小新很是不解，你是想让我在家里免费做本应该由你来做的工作吗？说着他就将这套刷牙用具扔进了垃圾桶。小新哼着小曲儿走了出去，突然在一个门前听到了有人叫校长的名字，他悄悄将门打开，将小脑袋伸了进去，果不其然，里面就是校长。小姐姐让他在自己放氮气的时候放轻松，于是校长用力的吸了一口之后就躺下了，然后小姐姐就拿着表格准备离开，她让校长就在这里等着牙医，他会知道该怎么做。临走之前还提醒校长千万不要反抗。等到护士离开后，小新偷偷溜了进去，白大褂一穿，小口罩一戴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你看我几分像从前。可能也是有氮气的缘故，面对这样的小新，校长没有反抗。得知他是来做抓猴治疗的，小新直接将手伸进了校长的喉咙，一顿乱掏，把校长折磨得够呛。这还不算完，小新又将一个牙齿模型塞进了他的嘴里，猛踢了几下。这次的经历必给校长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。回家的路上，辛妈问大家，难道不喜欢嘴里干干净净的感觉吗？喜欢是一回事儿，不爱惜又是另一回事儿。父子俩马上决定去吃甜点，将嘴里的清新都赶走。看着家人们的期待的眼神，辛妈还是妥协了。冰淇淋店里，辛巴问服务员什么是方蛋，就是很方的圣代。辛巴一听来了兴趣，不过想到自己有点健康问题，就决定买低脂香草冰淇淋。然后他在里面加了一堆高热量甜食。服务员又问他杯装还是桶装，辛巴犹豫了一下，说用桶装。没想到他今天走大运了，购买的是这家店售出的第100万个桶装冰淇淋。就因为这个，辛巴还上了春田新闻。要说为什么这么闲，为这个也值得做个新闻采访，那就是因为这个频道和那家冰淇淋公司同属一个集团。肯特询问辛巴买到这个命中注定的冰淇淋有何感想，辛巴说那感觉就像上阵杀死了第一个敌人，爽呆了。不料这会一激动，将咖啡杯打翻了，滚烫的液体全数倒在了肯特的身上，直接刺激他当场飙出一句脏话。在家看新闻的孩子们连带狗子都惊得张大了嘴。这时辛妈跑了出来，我错过了什么？辛小妹说肯特说了一句超级脏话。辛妈问是哪一句，兄妹俩难以开口。小新就画给了妈妈看，看了之后辛妈忙让儿子弄掉它，不曾想竟然弄不掉了。小新将画板扔在了地上，而辛妈则拿出了锤子将它彻底消灭了。节目还在继续，肯特为自己的鲁莽向公众道了歉，还承诺会捐一大笔钱给反青少年咒骂慈善机构。节目录制完毕，辛巴和肯特一起走出了公司，看着沿路的人们依旧热情地跟自己打招呼，肯特松了一口气，看起来情况还不算太糟。他拦住了漫画男，问他有没有看自己今天的节目。漫画男傲慢地说当然没有了，我是个正常的年轻人，获得信息的途径都来源于网上。他还说肯特是个老顽固，没有人看他的节目，也就没有人听到他的失言。肯特十分高兴，工作算是保住了。
还是有人看到了那个新闻的，比如老辛普森还义愤填膺，说自己不相信肯特竟然逃过了一劫。在他那个时候，审查机制更严格，有好多词都是禁止说的。然而大家只是看了他一下，又接着吃饭了。金小妹说，她不认为肯特已经没事了，因为还有很多虔诚的督察员让世界免遭口不择言的危害。她说的没错，弗兰德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，还有一个小本本专门记录那些不合理的情节，比如超人前传超级狗狗舔他自己，60分钟主持人的裤子褶皱有问题。不过这些都比不上看到肯特那句脏话让他震惊，这还得了？他立刻写了一封信发到网上。这天，肯特像往常一样宣读新闻，联邦通讯委员会宣布，今天将对臭嘴主持人肯特进行调查。震惊之余，他又看到了另一则新闻，6套节目组决定将肯特降职为周末气象员，无论他再怎么不接受，现在也只能认命。然而就算已经这么惨了，同事也没放过他，还用天气预报的屏幕羞辱他。那人现在接管了肯特的工作。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对第6套节目组进行了破纪录的1000万美元罚款，起因是肯特可耻的脏话。看到这个价格，可把这家伙惊呆了，因为6套节目的吉祥物新闻记者的弱视手术没法做了，这只狗对于悬在头顶的食物都看不见。据此，那人又狠狠地斥责了肯特，现在你满意了吧？他就要饿死了。其他节目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阿壳秀上，阿壳告诉孩子们，他们已经负担不起洋洋和抓抓配音员的工资了，所以等下开播的时候，只能他自己来了。阿壳那毫无起伏的声音，再加上没有背景音乐加持，直接让这部动漫降低了好几个档次。果不其然，一集结束后，只有稀稀拉拉的一点掌声。阿壳现在对肯特很火大，电视台就只有2条规则：别骂人，别搞颜色。就这么2件事，你都做不好吗？降了职又挨了训，肯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。这时，6套节目的负责人找到了他，肯特小心翼翼地问自己是不是被解雇了。负责人让他放轻松，还说电视台全靠他们顶着，然后就问他咖啡里的粉末是什么？可卡因吗？肯特连忙否认，说这只是糖粉而已。但是负责人直接打断了他，说他是毒贩子，把他解雇了。昔日光鲜亮丽的主持人，一夕之间就失去了所有。临走之际，肯特还得承受同事们的愤怒。天公也不作美，竟然下起了大雨，他的箱子受了潮，也坏了，东西散落了一地。现在的他真的是一无所有了。这天，辛巴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，但这触感却跟往常很不一样。原来是因为他坐在了肯特的身上。辛巴说是他邀请肯特过来住几天的，他害怕肯特因为工作没了会去自杀。辛巴的态度很坚决，表示自己不会和自由传媒人住一起。但辛巴也毫不妥协，我们必须要收留肯特，要不是你将咖啡泼在了他的腿上，他就不会这样的落魄。即使这样，辛巴还是很不情愿。于是兄妹俩也站出来帮妈妈说话。见全家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，辛巴同意了肯特留下。一天，肯特和新家父女在家看电视，然后看到了一群穿着清凉的女孩们正在驾驶飞机。不过这不是主要目的，重点还是展示他们的性感。这样的节目是辛巴喜欢的，却不是辛小妹喜欢的。他拿着遥控器就换了一个台。Fox 新闻正在报道自由主义者的暴行，辛巴一看情绪又转换了，开始仇恨自由主义者了。辛小妹没有爸爸那么大的火气，她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什么 Fox 电视网一直在播下流的节目，但是 Fox 新闻却这样的保守。肯特说 Fox 故意播出一些会处以重罚的节目，而罚金会通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直接转给共和党。这件事所有的传媒人都知道，只是没人敢说罢了。听到了不得了的事情呢。辛小妹说，主要你敢说，我就敢拍，现在就是揭开真相的时候了。肯特一听也来了精神，那就走吧。这2人很快就录制了揭露真相的短片。肯特说，新闻界和政府就是一对偷欢的狗男女，还呼吁大家对政府多一些要求，对新闻界也多一些要求。对于这次的视频在网络上传播，反而比之前在电视上更广为人知，凡是看到的人们都犹如醍醐灌顶。但有一群人对肯特产生了深深的畏惧，那就是以秃头为代表的共和党人。肯特的话威胁到了他们的不义之财。自从肯特说了那番话后，他的风评直线上升，人们都夸他仗义直言的样子太帅了。辛小妹也很高兴，现在你是个大红人了。但好景不长，共和党的人找了过来。6套节目的负责人说，希望肯特官复原职，工资涨50%。看着辛小妹那期盼的双眼，肯特有些不忍心让她失望，于是让她闭上了眼睛，然后就跟着那群人一起离开了。辛小妹十分难过，或许现在的媒体界再无真相和勇气可言了。辛爸很赞同女儿的观点，不过表示在家里他们依旧可以说真话。他说肯特还告诉了自己一些新闻界的内幕，可惜他们这段谈话被和谐掉了。至今我们仍未知道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惊天大秘密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在某些不合理的事情背后，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。媒体和资本的合作带来的是他们的双赢，消耗的却是普通人对新闻的信任。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更甚，因为他们的政府本身就是最大的资本，一失足造成千古恨。肯特的脏话既毁掉了他，也成就了他。看似美好的结局，却将公众推向了无知的深渊。长此以往，虚假的新闻终将蒙蔽
人们的双眼，普通人再难了解到真实的世界，而是生活在由政府和媒体编织的幻想中。那些曾好不容易撕开的一条口子，也许以后也会变得牢不可破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们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